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《梦醒之前》。这个片子可谓是恐怖界的一股清流，因为它不仅能让你感到害怕，还能让你感觉到温暖和感动。故事一开始啊，咱们的女主金发妹和她的丈夫卷毛哥正在福利院准备领养一个孩子，而院长便递给了金发妹一张照片，而照片里的孩子正是咱们的男主小迪。原来就在几个月前，金发妹的儿子不小心在浴缸里溺亡了，而夫妻俩也丧失了生育功能，但他们又很喜欢孩子，所以才选择了领养。这天是小迪到来的日子，夫妻俩高高兴兴的下去迎接。小迪很懂事啊，主动向父亲握手，还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父亲保管。随后几人来到客厅，小迪却一直盯着那张照片看，这里是个伏笔啊，兄弟们。到了晚上，金发妹来跟小迪说晚安。当两人走出去后，小迪立马下床，他拿起红牛喝了一口，然后就开始看自己最喜欢的蝴蝶百科全书。第二天，父亲来送小迪上学，同学们都很欢迎小迪的到来，就连同桌也很喜欢他。这天，金发妹在帮小迪收拾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了他来的时候带的那个盒子。他打开盒子，却发现里边有一瓶兴奋剂，就是那种提神醒脑的药。金发妹很不理解，但也没有多想。这天晚上，金发妹找到小迪，她询问小迪为什么要吃这个药，然后小迪就说他不能睡觉，如果他睡着了，就会有一个怪物出来吃人。他还说他的母亲就是被这个怪物吃掉了。但是金发妹却不相信小迪的话，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之后就离开了。这天晚上，夫妻俩正在看电视，可突然卷毛哥看到了一只蝴蝶从面前飞过，随后就把金发妹喊醒了。当金发妹醒来，却发现整个屋子全是漂亮的蝴蝶。当金发妹还在想这蝴蝶是哪来的，卷毛哥就已经去准备工具抓一只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大黑蛾子飞到了金发妹的手上，并且咬了她一口。卷毛哥这边也成功抓到了一只。就在金发妹扭头看向门外的时候，一个怪物却在她身后一闪而过。当金发妹关上门，那些蝴蝶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到了睡觉的时候，金发妹却睡不着，然后就准备出来倒杯水喝安眠药，可身后却出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。当她一回头，那个身影却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柜子门却自己关上了，这给金发妹吓了一跳。当她想一探究竟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她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发现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慢慢的从阴影中走了出来，给金发妹吓得杯子摔了一地。可当金发妹还没回过来神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却从她身边跑了过去。当她追过去，却发现那个孩子去的正是之前儿子被溺死的浴缸。这天小迪正在上着美术课，校长却从外边领了个孩子回来。这孩子看长相就不像个好人，这个男孩叫皮皮，原来他经常乱跑，成绩在班里也是垫底的，老师就让他坐在了最后一排。小迪看他凶狠的样子，也不敢和他对视。到了晚上，卷毛哥发现小迪又在看那个照片了，然后他走到小迪身旁，小迪就问他那个小男孩是谁，卷毛哥就说那是他们的儿子叫肖恩。小迪又问他去哪儿了，金发妹却回答道跟他的母亲一样去了天堂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迪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与此同时，卷毛哥也从沙发上醒来了。突然一只蝴蝶落到了卷毛哥的手上，他随即把金发妹喊醒。可就当金发妹一回头，发现自己的儿子就活生生的站在那里，两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。金发姐不顾丈夫的阻拦走了过去，她用手抚摸着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，可是儿子只会笑，却说不了话。就在这时，小迪醒了过来，肖恩也随之消失。然后小迪从楼上走下来，对着他们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拿起一罐红牛就走了上去。这天早上，小迪告诉夫妻俩他的梦能成真，请他们俩不要生气，而金发妹却说他们不会生气。这天小迪放学回到家中，金发妹说想让小迪见见肖恩，然后金发妹拿起一个光盘放进了 DVD 中，然后小迪就看到了以前肖恩活着的时候陪父母一起过圣诞节的视频。金发妹还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儿子喜欢亲他，让小迪看清楚肖恩怎么做的。聪明的小伙伴都已经猜出来了金发妹为啥这样做。到了晚上，卷毛哥喊金发妹去睡觉，可金发妹为了见到自己的儿子，宁愿多喝几杯咖啡也不愿意睡觉。就当金发妹冲咖啡的时候，却听到了卷毛哥在喊她。当她一出来，却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圣诞树，还有很多发光的蝴蝶。当她一回头，自己的儿子果然从楼梯上跑了下来，而且和视频里一样，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。这次和上次不一样的是，肖恩竟然会说话了，而且金发妹还能跟儿子对话。当金发妹来到儿子旁边，就跟肖恩开始了爱的亲亲。就在此时，一群蝴蝶汇集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怪物。当怪物来到小迪的房间，趴在小迪的耳边，对着小迪说了一句我将永远陪在你左右，然后小迪就被吓醒了。而金发妹看着消失的儿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二天，卷毛哥回到家，却发现墙上挂满了肖恩的照片。到了晚上，金发妹却说小迪需要睡觉，而卷毛哥却质问他是关心小迪还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肖恩。他还说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。可金发妹还是执迷不悟，死活都不去睡觉。卷毛哥很生气，直接过去把儿子的照片全部拿了下来。这天早上，小迪高高兴兴的带着自己的蝴蝶去上学。他看到小美在跟自己打招呼，但突然皮皮一巴掌直接把瓶子给摔烂了。小迪很生气，直接把皮皮推倒了，然后小美就领着小迪走了进
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迪在上课的时候快睡着了，他知道自己睡着的后果是啥，然后他就用手使劲掐自己。老师看到小迪身体不舒服，便让小迪去休息室休息。但是小迪一转身却看到了皮皮，他恳求老师能不能在教室里休息。老师同意了。当老师走后，小迪实在是太困了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就在此时，皮皮想进来教训一下小迪，可当他一回头，一个怪物就站在他的面前，而小美也回来了。他被这个怪物吓了一跳，然后怪物站起身就向皮皮跑了过去，而小美被吓得也大声尖叫了起来。小迪听到尖叫声也醒了，可是皮皮却消失了。等到小迪放学，小迪知道自己闯祸了，他看着门口的警车，急忙的喊着金发妹回家。到了晚上，小迪正在看着自己的书，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然后就拿起手电筒往床底下照了过去，但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就当以为没事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皮皮的鬼魂，而金发妹这边也发现了异常，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嘴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当小迪还没回过神的时候，突然小迪嘴里一直重复着我醒着我醒着，然后皮皮便消失了。金发妹也在此刻听到了小迪的尖叫，她发现小迪做噩梦了，然后便安抚起了小迪。这天金发妹找到医生，她告诉医生自己的孩子已经2天没睡觉了，然后医生就给她开了一盒安眠药。另一边，卷毛哥带着小迪刚从街上回来，就发现2个警察在门口等着他。当小迪看到警察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就写满了心虚2个字。原来警察是来询问皮皮消失的案件的，而小迪就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到了晚上，金发妹把安眠药放进了小迪的晚餐里，然后就端了上来，并且还特意把带有安眠药的牛奶留给小迪。最后2人就吃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卷毛哥跟小迪讲了个故事，小迪就这样睡着了。然后卷毛哥走到楼下，他准备说服金发妹接受小迪这个孩子，不要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了。经过卷毛哥的劝说，金发妹也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可就当2人准备去睡觉的时候，他们的儿子肖恩却出现在了身后，而肖恩面前还有一个大盒子。然后金发妹走过去，蹲在地上。就当金发妹喊出肖恩的名字时，肖恩大嘴一张，喷出了好多黑水，然后几只大黑蛾子从嘴里爬了出来。卷毛哥见势不妙，立马跑去楼上准备喊醒小迪，可由于小迪吃了安眠药，他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而金发妹这边，一双大手从盒子里伸了出来，紧接着一个怪物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然后嘴里吐出了无数个黑蛾子。然后小美飞快地跑到楼上，她告诉卷毛哥不要再叫了，小迪得睡一阵子了。金发妹看到怪物走了过来，立马就把门关上，可是怪物力大无穷，一脚把门都干碎了。卷毛哥见状，马上起身跟怪物殴打了起来，可怪物毕竟是怪物，卷毛哥很快就牺牲了，然后怪物一巴掌把金发妹干晕了。第二天，金发妹被小迪的声音吵醒了。随后警察来到，他们告诉金发妹，小迪将要被送到福利院，因为他们在小迪的牛奶里发现了安眠药，还询问了一些卷毛哥的事，然后就把小迪带走了。随后金发妹来到房间里，看着丈夫的衣服，流下了自责的眼泪。第二天，金发妹找到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，她想询问关于小迪的一些事，但是工作人员却给了她一张心理医生的名片，并且警告她不要再来了。就当金发妹走的时候，她却顺走了小迪的资料。原来小迪被很多家庭都收养过，但是这些家庭很多人都失踪了。然后她就看到一个还没有失踪的男人，她就顺着上面的地址找了过去，并且找到了那个男人。这个人告诉她，他们刚开始收养小迪的时候，也跟金发妹一样幸福，他们感觉小迪就像一个天使。但好景不长，女主人有一天生病了，小迪看到后心情非常不好。到了晚上，小迪做了噩梦，就把梦魇给放了出来。然后怪物走到女主人身边，就这样，这个男人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领了盒饭，但是男人接受不了现实，他拿出来很多媳妇儿以前的照片就给小迪看。小迪睡着了，但是男人却发现这个妻子并不是他的妻子，因为小迪当时年纪太小，他根本记不清他妻子的长相，这让男人非常恨小迪。他趁着小迪熟睡的时候，拿来了一把枪准备杀害小迪，但是最后还是没能下去手。然后金发妹就询问他知不知道小迪亲生母亲的事，男人说只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，但具体怎么死的却不知道。第二天，金发妹就来到一家医院，她来寻找小迪母亲的档案。医生告诉她这个档案可以带走，但金发妹在档案里却发现了病人以前留下的私人物品。然后金发妹来到仓库，通过档案里的信息，她找到了那些私人物品。她打开袋子，发现里边有双鞋和一个超大号的蝴蝶玩偶，并且还有一本日记。另一边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又在作死了，他们要给小迪打镇静剂，然后小迪就睡着了。房间里还钻出来许多大黑蛾子。镜头一转，金发妹已经来到了福利院楼下。当她准备上楼，一堆蝙蝠飞了出来。此时她就知道小迪又在做梦了。当她来到门口，她就发现一个人就像被蝴蝶的茧包着一样，而里边的人还活着。她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可还没走2步，她听见肖恩在喊自己，然后就朝着房间里看去，发现了一个浴缸。就当她扭头要走时，浴缸里的水全部变成了血水。她
他一回头被皮皮的鬼魂吓了一跳，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儿子双眼深邃的看着他，紧接着他又模拟起了溺水时的场景。金发妹看到后，她终于想开了，她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她一出门就看到一个房间开着门，她看到小迪坐在里边看着电视，她喊了一声小迪，可出来的却是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人。这个女人走过去，硬生生把小迪捏成了肖恩，然后看向金发妹，而卷毛哥此时也钻了出来，眼睛里还爬出来一只蟑螂。金发妹见状，立刻把门关了起来。当金发妹来到走廊里，发现了很多类似蛹一样的东西，而里边全都是活人。此时她想起来，小迪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保护他们的安全，直到发育成蝶。然后金发妹来到小迪的卧室门口，当金发妹推开门，发现了正在熟睡的小迪。就在此时，一双大手把金发妹甩飞了出去，原来是那个怪物。就当怪物飞速的向金发妹跑来的时候，金发妹却拿出了那个蝴蝶玩偶。当怪物看到玩偶也停了下来，然后金发妹就抱住了怪物，而怪物也慢慢变成了小迪的模样，随后便消失了。金发妹来到卧室里，把玩偶放到小迪的胸前，抱着小迪走了出去，并且对小迪说放他们走。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那些东西全都消失了，大黑蛾子也变成了美丽的蝴蝶。第二天，金发妹就把小迪母亲的事情告诉了小迪。原来小迪的母亲很爱他，当小迪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小迪有超能力，他知道小迪的能力一定不会被人们理解，但他还是依然深爱着他。后来母亲得知自己得了癌症，他看着年纪尚幼的小迪，只能寻找寄养的家庭。很快母亲越来越憔悴，这天寄养的父母带他来病房，母亲想见小迪最后一面，可由于母亲的变化太大，小迪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。母亲抱起小迪，竭尽全力说出了那句我将永远陪伴你左右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小迪脑子里的怪物诞生了，原来怪物的原型就是妈妈临终前的样子。然后金发妹就疯狂向小迪道歉，她说她不该为了自己的儿子而滥用小迪的能力。到了晚上，小迪因为自责睡不着，于是金发妹跟小迪讲了个睡前小故事。她告诉小迪，那个欺负他的同学也从床上缓缓的起来了，而且那些让同学难过的情绪也在他心中消失了，而那个男人的妻子也回来了，从此两人幸福快乐。他还告诉小迪，卷毛哥是最幸运的，他得到了最好的礼物。至此电影结束。兄弟们，我总结了一下，这个片子吧，它既惊悚又治愈，关于丧子之母和丧母之子在梦境幻觉中互相疗愈，共同走出悲伤。它作为恐怖片足够的悬疑，作为家庭片又特别的温暖，非常有创意的一部电影。